除了就是说婚姻里面的这种烦恼冲突，其实在生头胎跟二胎之间也会发生，就是说，女儿这边因为你要怎么讲，你的第二胎比较辛苦一点，那也要花比较多心思一点，那一来就来了3位，那所以这个对妈妈来讲是会付出非常多、非常大的心力的。那这个可能也会就是说，就是会不会有那种头胎跟二胎之间的争宠啊，或者是说女儿被忽略啦？我觉得这一段里面呢，央金也跟我们分享了，就是怎样去让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跟妈妈争宠吗？或者是说在妈妈的心目中到底谁是最重要的这一点，就是可以不要在孩子身上有落下就是不好的影响。那这一点，我觉得书里面央金也提到了一个很好的做法，是不是可以请央金也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好的，这个就是当然我有了第二胎以后，我提前也看了一些书，我才就是提前也做蛮多工作的吧。其实上我在乐乐身上反而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他，甚至我就早点让他一起参与，弟弟妹妹，就是一开始怀孕，每一周就是每几周去医院看完以后回来我都给他看，就让他一直从头到尾参与进来，从弟弟妹妹从一个草莓那么大，一段时间长多大，他就有一个参与感。那本来刚开始，后来知道3个，他刚开始自己内心想要妹妹，他不想要弟弟，他觉得妹妹是可以当玩伴嘛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想要弟弟，他说男孩子很吵。那我也想了很多办法，我说弟弟可以帮他提包包啊，保护他呀，他觉得就是这种各种办法，他就接受了。甚至我带他去产检，到后期的时候去产检的时候，也带他去看，他看到以后，他就一点一点的接受了。所以他没有生之前，他就非常的期盼弟弟妹妹来，而且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很敏感的，我再累，都要他要我陪他，我都会陪他，甚至给他讲故事，这样让他觉得妈妈还是那么爱他。因为我们家里乐乐是陈家以前是最小的孙子嘛，第10个孙子，而且全部陈家的大大小小都爱他。那内心他突然有人要妈妈好像取代了一样，那他就自然有这个失落感。所以后来呢，当生下来以后，因为当然我们全家人的精力全部投在这个3个孩子上，因为早产儿，那自然呢就没办法顾及到他呀。第一个，甚至对他要求，如果幼稚园回来马上要洗手，还要戴口罩，刚开始看他就压力非常大。我整天整夜的都在挤奶，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他就情绪也乱掉了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我还是尽力陪他，所以他那3个月非常非常不稳定。就是这个一个小孩子当然需要经历的，当我们带着妈妈就知道小孩有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协助他就走出来了。所以乐的那一段时间，我就全力以赴吧，他的爸爸也全力以赴，奶奶爷爷都全力以赴。你看奶奶爷爷都好细心，每周来看小孩，看3宝的时候，第一个像爷爷都很细腻。他说乐乐在哪里，先跑去给乐乐的房间给他打招呼，所以做的就很细腻。因为如果以前他是他家里的中心，我们现在忘了他就会伤心。奶奶每一周来看宝宝都要给他买一本书，先讲给他听，所以他就很快乐，就又恢复到以前的感觉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也是我的一个经验。所以爸爸妈妈，早点做工作很重要。所以我还给他们弟弟妹妹生了以后啊，就是我家的我的助理玲玲她建议我的，就弟弟妹妹她给他买了礼物，带了气球啊，
什么，就是弟弟妹妹天上带来的，他就很开心。医院的来看，弟弟妹妹就给他礼物嘛，那他就很开心。所以这些我觉得大人花点心思，因为以前我听到老一代的都不太重视这些，所以就影响小孩姊妹们的关系，长大以后都影响留下烙印，都是很不好的。这是跟大家分享。